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国外的一家机构呢，发布了全球10大无人机排名。这个排名榜单很有意思，不知道它是依据的什么条件来做的这个排序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它排列的次序。第一名 X-47B， 第二名全球鹰，也就是 RQ-4， 第三名复仇者。复仇者是个什么样的无人机呢？是一种喷气式的插大一体无人机，也叫捕食者3。第四名是 X-45， 第5名死神。从 X-47B 到死神，这前5名全是美国的无人机，再往后就是法国联合多个欧洲国家开发的神经元隐身无人机了。神经元之后很奇葩，土耳其的安卡无人机竟然也入榜了，甚至呢，它还排在了美国的捕食者无人机之前。捕食者无人机之后是中国的彩虹5插大一体无人机，排位最靠后的是以色列的赫尔墨斯900型无人机。中国的先进无人机只有一款，就是彩虹5，其他的以美国的插大一体无人机，或者是美国的试验型隐身无人机为主。那么这个依据在哪儿？你是列装的使用的呢，还是就技术水平而言进行比较的呢？无论是 X-45还是 X-47， 都已经下马了。虽然他们搞的年头比较早，首飞的时间也比较早，但是现在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。全球鹰不错啊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，当然现在已经被很多比它个头更大的无人机超越了。那么这款飞得高、飞得远的无人机进入榜单，应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但是复仇者这款喷气式的无人机呢，还没有正式列装美军。死神倒是列装了，而且呢用的比较多。死神无人机确实是美军目前主力的插大一体无人机，它入榜还说得过去。法国的神经元也就是一款先进技术的验证机，它验证了隐身无人机平台所具有的相应的性能，最终呢也没有列装部队。土耳其的安卡无人机可以说和美国的死神无人机呢比较接近，你把它入榜倒还说得过去。但是既然排在中国的彩虹5之前，恐怕就没有什么道理了。因为彩虹5有6个国家，最多可以挂24枚空对地的导弹，这样的强悍战力恐怕不是土耳其的安卡无人机能够比较的。而把彩虹5排在捕食者无人机后面，这个也没有道理。彩虹5个头可比捕食者无人机要大，因为捕食者无人机呢大概的重量就1吨多。除了彩虹5这一款入榜的中国无人机以外，其实要按照它的这个标准来排序的话，中国还有好几款无人机是可以入榜的。比如说翼龙1、翼龙2、彩虹4、云影，以及参加过国庆阅兵的攻击11、无侦8。其中攻击11和无侦8目前技术水平世界领先。你不是把美国的 X-47B、X-45排在靠前的位置上吗？这2款具备隐身能力的喷气式插大一体无人机和我们的攻击11相比，有几大问题。一，他们没有列装，全部下马了。而攻击11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部队的喷气式的隐身插大一体无人机，这个没得比。第二，就隐身水平而言，
X-7B 和 X-45都不能跟攻击11相比，因为它们的前缘后来角采用的是2种不同的角度，那么隐身效果就要打一点折扣，特别是在后缘的隐身方面，他们采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活动翼面来控制飞机，而攻击11是用喷气控制的方式，隐身效果更胜一筹。从全向隐身这个角度讲呢，目前还没有一款无人机能够超过攻击11。无侦8，别的不讲，就是它的高空高速性能而言，在这个榜单上的所有无人机都没办法跟它相比。因此，要想真正的客观的排列一个10大无人机榜单的话，中国起码要在这个榜单里面取得5个名次，而且排前列的应该是中国无人机，而不是那些下马的无人机，包括 X-47、S-45、神经元。那么至于死神、安卡这些无人机和中国的喷气式隐身无人机相比呢，应该说差距巨大，能进入榜单就算糟糕香了。何况我们还有云影无人机、降龙无人机等一系列的无人机，都可以和美国相应的平台进行 PK 和比拼。在目前世界无人机产业这个领域，领先的国家其实不多，美国算一个，中国也算一个，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对美国实现了超越，因此这个榜单在排序可以讲是非常不客观的，我们只能对此嘿嘿嘿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